主流历史其实存在一个问题，按照我们被教导的说法，人类在20万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原始的采集与狩猎者，然后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突然之间一切开始爆发，农业、城市、文字、巨型石质建筑以及跨越各大洲的工程技术同时出现。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文明的起点，但如果这根本不是开始，而是一次重启呢？如果那些建造最早城市的人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重建某种更古老的文明遗迹，而那个文明已经被彻底摧毁，以至于它的证据被层层沉积掩埋，直到现在我们才刚刚学会去解读。这场灾变其实有一个名字，科学家称之为新仙女木事件。一旦你真正理解了12800年前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再一样。在谈论毁灭之前，我们需要先谈一谈，在那之前到底存在着什么。标准的考古学模型告诉我们，在公元前1万年之前，人类是简单的、游牧的、彼此孤立的，甚至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协同建造。很长一段时间里，证据似乎也支持这一点，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其他东西，但实际上有些发现已经在悄悄动摇这个假设。基因记录显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至少已经存在了30万年，这意味着在第一座已知城市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拥有了接近29万年的时间，具备现代大脑、现代社会本能以及现代创新能力。想想这个时间线，我们在大约12000年的时间里从零发展到智能手机，但在那之前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整整近30万年，没有永久性建筑，没有城市，没有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只有游荡与等待。这显然说不通，除非有什么事情曾经将一切归零。2007年，来自9个机构的26名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直接指向了那个归零的原因。他们在北美、欧洲、中东和中亚的地质记录中发现了一层同时存在的沉积层，这是一层薄薄的深色沉积物，在地层中出现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点，大约12800年前。真正让研究人员震惊的是这一层里面包含的物质——纳米钻石。这种微小的钻石只会在极端高压下形成，这种极端高压仅能由天体高速撞击产生。地层中还富集着铱、铂等铂族元素，这些元素在地球表面极其稀少，却在小行星和彗星中很常见，而这一层中的含量竟然高出周围沉积物数十甚至上百倍。球状玻璃微粒，它们是在岩石瞬间融化后又迅速冷却形成的，通常只会出现在巨大撞击或类似和级别的高能事件中。还有大量富含碳的烟尘，这些痕迹表明曾经有横跨多个大陆的大规模火灾同时发生。这一层被称为新仙女木边界层。当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它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巨大到足以让人类历史中任何自然灾害都显得微不足道的宇宙级事件。但关键在于，这场事件不仅改变了气候，按照撞击假说，它不仅导致了巨型动物的灭绝，比如猛犸象、乳齿象和巨型地懒，它甚至可能摧毁了更重要的东西——人类本身，或者说是那个曾经发展出某种高度文明形态的人类版本。那个版本的人类在公元前12800年之前已经持续数千年，在建造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那么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接下来就是新仙女木撞击假说所描述的内容。大约在12800年前，一颗彗星的碎片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恩克彗星，或者是它所分裂出来的更大母体，进入了地球大气层，而且是以多个碎片的形式进入。其中最大的碎片似乎撞击在劳伦泰德冰盖之上，那是一层覆盖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巨大冰川。彗星撞击岩石本身就是灾难级事件，但彗星撞上一层厚达3公里的冰盖，那完全是另一种级别。冰层在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放大器，撞击能量不仅形成了撞击坑，还蒸发了极其庞大的水量，这会将一股超高温的蒸汽柱抛入高层大气。这种蒸汽柱可能在数小时内环绕整个地球，它引发了数百万立方公里冰层的瞬间融化与位移，形成高达数百英尺的水墙，向各个方向席卷整个地表。研究北美地形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被称为渠道冲蚀地貌的现象，它位于华盛顿州。这是一种被灾难性力量切割出来的地貌，地面被深度冲刷，形成巨大的排水通道。这种地形完全无法用正常侵蚀过程来解释。
地质学家为此争论了数十年，直到20世纪，答案才被确认，这些地貌是由冰川湖崩塌引发的灾难性洪水形成的，而且这并不是单一事件，是多次冰坝崩溃叠加的结果。现在把这种规模的洪水扩大到整个北方冰盖，融水不仅淹没河流，它直接涌入海洋盆地。根据地质记录，海平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剧烈上升，那些被人类居住了数万年的海岸线永久消失在海洋之下。然后是火撞击产生的大气冲击波，会使空气温度升高到足以点燃植被的程度，范围覆盖数百万平方英里。新仙女木边界层中的生物燃烧痕迹表明，北美的大部分区域在极短时间内同时燃烧，而且正是在这一沉积层形成的那一刻，对于公元前12800年生活在地表的任何文明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这将是彻底的终结。也正是在这里，大多数人开始犹豫，因为我们一直被反复告知，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先进文明。那么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确先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并不是在说智能手机或高速公路，而是在说有组织的社会结构，拥有天文知识，具备精密工程能力，能够进行远洋航行，拥有成熟的农业体系，以及协调大型建设项目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几乎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后立刻出现在考古记录中，不是逐步发展，也不是缓慢演化，而是突然出现，而且已经高度成熟。巨石建筑传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窗口内出现在各大洲，秘鲁、土耳其、埃及、柬埔寨、马耳他、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些地方的石结构都展现出相似的工程原理，相似的天文对齐方式，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极为相似的建造技术。他们使用的石块甚至让现代工程师都难以解释。农业革命也没有呈现出从采集逐步发展的过程，它一出现就是组织化的，就是多样化的作物体系，并且已经理解并应用了灌溉原理。数学知识也是如此，这种知识是用于追踪天体周期所必须的，精确到足以建造与星体位置对齐的纪念性建筑。这些能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凭空出现，它需要数百年的持续观察与积累，但它却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古代文明最早层中已经完整存在。对这一切最简单的解释，并不是人类在公元前1万年之后突然变得聪明，更简单的解释是，这些知识幸存了下来。那些建立苏美尔、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美洲巨石传统的人，并不是从零开始，他们是在利用某种更古老文明留下的碎片，某种在新仙女木边界时期终结的文明。如果你想寻找一座由知道世界即将终结的人建造的纪念物，一座由那些拼命想在一切消失前保存知识的人建造的遗迹，你会寻找什么？你会寻找一种极度精确的建筑，一种编码了天文数据的结构，一种可以持续数千年的结构，一种在极短时间内建成的结构，由一群理解某些知识，但他们的后代显然已经无法完全理解的人建造。你会找到戈贝克利石阵，它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戈贝克利石阵并不是被毁灭的，也不是被遗弃的，它是被建造者刻意掩埋的。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也就是新仙女木时期结束之际，它被人故意填埋覆盖。这并不是一个原始民族建造神庙后离开的行为，这是一个清楚知道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无法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存续的人群的行为。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封存在石头之中，埋入地下，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代有人能够重新发现它。而这确实发生了。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在1994年开始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他在地下发现的东西彻底挑战了人类文明的主流时间线。戈贝克利石阵最早的地层比我们已知的任何遗址都要早上数千年，却展现出最精密的建造技术。最早的结构是最大的，也是最精确的，同时在天文结构上也最为复杂。而后期的结构，也就是新仙女木结束之后建造的，反而更小更粗糙，这完全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规逻辑。技术本应随着时间进步，而不是退化，除非后来建造这些结构的人并不是在延续传统，而是在试图复制某种他们并未完全理解的东西。他们在保留形式，却无法完全掌握其背后的原理。戈贝克利石阵中的梯形石柱刻有动物符号
和几何图案。这些符号，研究者已经花了数十年试图解读。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图案编码了天文信息，比如星图、彗星轨迹，甚至是一场宇宙级事件的记录。其中一根被称为秃鹫石的石柱，似乎记录了一幅特定的天空场景。而这并不仅仅是猜测，通过将石柱上的符号与已知的星空位置进行统计匹配分析，研究者发现这些图案与大约公元前10950年的夜空高度一致，而且精度极高，正好位于新仙女墓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也就是灾难刚刚发生的时候。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把这一切刻进了石头里，因为他们明白其他的一切都会被焚毁。在人类神话中存在一个长期被研究却始终无法完全解释的模式，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主要文明都有关于洪水的记载，不是普通的洪水故事，而是一场终结世界的灾难性大洪水，摧毁了一个更早的时代，迫使幸存者重新开始。苏美尔人有乌特纳比什提姆和奇乌苏德拉，希伯来人有诺亚，希腊人有丢卡利翁，印度有摩奴。阿兹特克文明描述了多个世界时代，每一个时代都被灾难毁灭，而其中一个时代被洪水吞没。北美、南美、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原住民都保留着类似的记忆。主流学术界通常的解释是，这只是人类心理上的巧合，因为洪水在自然界中常见，所以不同文化会自然产生类似的神话。但当你真正去分析这些神话内容时，这种解释就开始站不住脚，因为这些神话描述的并不是普通洪水，它们描述的是天空破裂，火焰从天而降，太阳变暗，大陆震动，海洋吞没海岸线。而且在几乎所有版本中，他们还描述了洪水之前的世界，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更早的文明，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却在一次灾难中被彻底毁灭。苏美尔人描述洪水之前的世界是一个国王可以统治数万年的时代，一个知识极其完整的时代，甚至是由神直接传授知识的时代。文明的结构被认为是来自那些突然出现的神性存在。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岛屿，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文明，一个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明，一个高度发达有组织的文明，却在一次灾难中，在一昼夜之间沉入海底。他将这一事件的时间定位在距他那个时代9000年前，这恰好落在新仙女墓事件的时间窗口之中。柏拉图说，他是从埃及祭司那里得到这一记载的。这些祭司告诉他，人类文明曾多次被毁灭，又多次重建，而希腊人以及其他民族只记得他们最近一次的重生，更早那些先进时代的记忆已经全部丢失。而这些祭司本身则声称自己保存着更古老的记录。当这样的口述传统出现在如此多不同文化之中时，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更像是在保存某种真实的记忆，只是这些记忆被压缩、被神话化，并附加了神明与超自然的解释。因为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并没有其他方式去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但这些神话中所描述的核心事件却始终是相同的，来自天空的火焰、席卷世界的洪水、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及幸存者从残存碎片中重建世界。而新仙女墓撞击事件正好对应了这一切。接下来这一点让许多考古学家感到不安。一些先进的遗物，比如结构、工具以及复杂知识的证据，不断出现在他们不应该出现的地层之下。例如狮身人面像，它的主体表面存在明显的水蚀痕迹，这种侵蚀形态符合长时间强降雨的特征。但埃及已经是沙漠环境数千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级别降雨的时间正是在新仙女墓时期，那时撞击之后的气候变化短暂改变了北非的降水模式。地质学家罗伯特·肖赫曾多次提出，这些水蚀痕迹意味着狮身人面像的最初建造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之间，也就是在新仙女墓之前的湿润时期，那也是北非最后一次出现足以形成这种侵蚀的强降雨阶段。而在印度沿海坎贝湾海域，声纳扫描发现了疑似城市的结构，这些结构位于距离当前海岸线约30到40公里的位置，沉没在约40米深的海水之下，海平面在新仙女墓时期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建造这些结构的人当时是在陆地上建造的。
后来随着冰盖融化，这些区域才被海水淹没。在日本海岸附近，靠近与那国岛的海底，存在巨大的石质结构，而它们形成的年代正好对应那个地区仍处于海平面之上的时期。在整个北美，那些与新仙女木融水事件一致的洪水沉积层之下，考古学家发现了远早于主流时间线的人类活动证据。一些本不该出现遗物的地层中，却出现了人工制品，某些动物骨骼上存在人类工具留下的痕迹。可按照主流时间线，那时的人类根本不该接触这些动物。这些遗址要么意味着人类进入美洲的时间需要被彻底改写，要么意味着某场巨大的洪水事件掩埋并重置了整个考古记录。新仙女木事件不仅毁灭了人类，也掩埋了证据，它留下了数米厚的沉积层、淤泥、洪水残骸以及撞击喷射物，覆盖在此前存在的一切之上。我们如今所认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层，也许只是那些侥幸暴露在地表的高层遗迹，而更古老也更先进的证据可能仍埋在那些沉积层之下，只是我们还没有挖到。很多年来，新仙女木撞击假说一直被视为边缘理论，主流考古学与地质学长期排斥它，他们质疑研究方法，也质疑年代测定，但证据却一直在累积。2018年，地质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4大洲23个地点的样本，结果发现新仙女木边界层中持续存在铂族元素异常、纳米钻石、微球体以及烟灰沉积，这些迹象都指向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洲际火灾。研究最终认为，这些证据强烈支持一次宇宙撞击或高空爆炸事件，并且时间点恰好处在新仙女木时期的开端。2019年，科学报告又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格陵兰冰盖下方发现的西亚瓦萨撞击坑。这是一个巨大的撞击坑，2015年才被发现。虽然撞击时间仍存在争议，但这个撞击坑本身已经证明大型天体撞击冰盖并不是理论假设，它真实发生过。到了2022年，南卡罗来纳大学又公布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名为阿布胡雷拉的考古遗址中再次确认了新仙女木边界层中的铂异常。这个遗址曾居住着已知最早的一批农耕人群。研究发现，这个村庄在新仙女木开始时遭遇了一场超高温事件，不是篝火，也不是火山，而是一种能够在瞬间融化整座遗址中粘土与石材的极端高温。阿布胡雷拉很可能遭到了新仙女木撞击碎片的直接打击，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如果真的还有幸存者的话，他们会在1天之内眼睁睁看着整个世界燃烧。主流考古学更新模型的速度一直很慢，因为整个现有时间线背后牵涉到大量职业体系、资金结构以及学术框架。一旦承认在新仙女木之前存在一个先进文明，那就不只是补充一个角柱那么简单，而是要重写整个人类史前史的基础假设。而这种级别的修正从来不会迅速发生，但它终究会发生。而现在的研究方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在公元前12800年之前真的存在一个发展了数千年的文明，那么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的。古代苏美尔、埃及以及印度文献中都记载着一些对那个时代来说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技术。但如果你假设这些文本是在描述新仙女木之前文明的残余记忆，并经过数千年的口述传播与神话化，那一切突然就说得通了。吠陀文献中记载着一种名为维摩纳的飞行器，这些飞行器被用于运输与战争，而文献中的描述并不像单纯幻想，其中甚至包含材料说明与运行原理。现在很多人把这些内容当作神话，但如果这些文本其实是在保存某种真实技术的碎片化记忆，只是后来的人已经失去了对应的工程知识，只能用隐喻语言去描述，那么这些神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古埃及文献中也存在关于光的描述，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内容很像电力照明，丹德拉浮雕中甚至出现了一些类似弧光灯或放电装置的图案，而祭司则站在类似电气设备的结构旁边。埃及那些彩绘墓室内部几乎没有发现灯烟残留的痕迹，可问题是一定有什么东西照亮了那些空间，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古代巨石建筑中还存在一种惊人的精确度，它们的天文对齐误差甚至精确到不到1度，
石块之间严丝合缝，紧密到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还有特殊的声学结构设计。某些封闭空间甚至能产生特定的共振频率，这绝不是原始文明靠反复试错就能做到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应用，一种需要数代人甚至制度化发展才能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知识究竟从哪里来的？而唯一能够解释所有证据的答案，其实也是古老传说讲了数千年的那个答案。这些知识来自更早之前，来自灾难之后出现的老师，来自那些被保存下来的记录。试想这样一种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全球性文明，它未必像今天这样科技统一，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高度先进，并分布在最适合生存的海岸线与河流流域。从大约公元前30000年开始，这个文明持续发展，他们的沿海聚落、农业中心以及知识储存地都建立在资源最丰富的海岸与河谷。然后公元前12800年，短短几天之内，彗星碎片撞上北美冰盖，随之而来的洪水、火焰以及大气巨变，即便以现代标准来看，都难以想象。海平面迅速上升，海岸线消失，原本适宜居住的大陆区域开始无法生存，而他们绝大多数城市恰好都建在如今已经被海洋覆盖的海岸线上，最终全部沉入海底。幸存者在创伤中四散分离，彼此失去联系，但他们仍保留了一部分知识、数学原理、天文记录、工程技术、农业方法，可他们已经失去了维持文明的制度、工具与人口基础，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于是他们前往更高、更稳定的地区，在那里建造纪念性建筑，把自己还记得的东西刻进去。趁彻底遗忘之前，他们建立新的农业聚落，利用仅存下来的种子与知识继续生存。他们创造文字，想在最后一代记忆彻底消失之前留下记录。而几千年后，他们的后代突然出现在考古记录中，以一种近乎突然爆发的方式，形成了苏美尔、埃及、印度河以及中国文明。他们一出现就已经拥有数学知识，已经懂得建造巨石建筑，已经能够依靠星辰导航。因为他们并不是从零开始，他们只是在恢复所谓公元前10000年的文明曙光。或许并不是人类第一次觉醒，而是人类重新想起了过去。如果新仙女墓撞击假说是真的，而越来越多科学证据也正在表明，大约12800年前的确发生过一次宇宙级灾难，那么人类历史就和我们一直以来所学的完全不同。我们可能并不是地球上第一个先进文明，很可能只是第二个、第三个，甚至只是某个文明循环中的又一次阶段。而现代世界一直不愿真正认真面对这一点。那些描述洪水前世界的古代文献，那些飞行器、水晶技术以及全球知识体系，或许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神话，不是虚构，而是神话最原始的含义，一种被编码进故事中的真实记忆，一种穿越新仙女墓灾难断层的文明残响。哥贝克利石阵或许根本不是谜团，而是一条信息，是幸存者留下的信息。他们知道自己正活在一个时代的终点，他们也想让下一个时代的人知道，在他们之前还存在过别的文明。土壤中的铂元素，沉积层里的纳米钻石，冰心中的微球体，也许并不只是地质异常。如果它们其实是时间戳呢？是一份地质记录，记录下人类文明时钟被重置的那一天。而这一切中最重要的含义，也许只有一句话：如果这种事曾经发生过，那它就可能再次发生。12800年前撞击地球的那些天体来自一条彗星带，而地球直到今天依然还会穿过那片区域。这样一来，古人为何如此执着于观测天空，突然就不像迷信了，更像是一种幸存者留下的警告。因为他们曾亲眼见过，当人类停止仰望天空时会发生什么。真正的问题是，这一次的我们是否足够警觉？